太……等会儿，弄这么红啊？现在看不见吗？可以看得见了，对不对？横屏，现在是竖屏啊，现在是竖屏，是不是特别黄，对不对？怎么会这么黄？又是竖屏，只能竖屏，人 YY 改了，所以我看一眼啊，怎么麻烦？等会儿红了又红了，对不对？哎呦喂，等会儿啊，我调一色儿，这色儿行吗？嚯，这更红了，怎么这么红？怎么会这么红？等会儿啊，白皙，白了还行，差不多得了，看什么看？就差不多吧，咱们这脸也就这样了啊，然后怎么调也就这样了。等会儿啊，但是为什么会？哇，好蓝呐！no， 行，就这样了，我可以忍，你们就差不多得了啊。好，我们来先听一个歌，这个歌非常好听，叫做《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最近唱了很多遍了，已经唱烦了。这世界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全世界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真想让他看到我眼中的他，配得上一切的美好。听到了吗？世界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满怀可爱，所向披靡。世间万物皆是曼妙的伏笔，都是为了衬托他来到这里。蝴蝶波澜胸襟，躁动的触及，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这世界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怎么这么多广告？等会儿啊！哇塞，全挡着我呢啊！这是什么破玩意儿啊？好，无所谓了。真想让他看到我眼中的他，配得上一切的美好。听到了吗？世界那么大。我刚看见我这上有，不知道有电脑屏的块儿，还。完美。是的，直播已经有1个月没直了啊，然后所以说那个非常想念各位，让我听见各位的欢呼。好大的耳朵。这世界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这世界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满怀可爱，所向披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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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他，我的他，各位我的他们，你们好。这世界那么大，我却找到了各位的他。哇塞，完全没有押到韵，太棒了，简直不敢相信。Hello everybody 啊，然后那个有阵儿没有直播了，非常想念各位。其实直不直播这件事儿，
就是这样。但是问题在于很久没有见到，最近忙什么？能忙什么？不就是忙着跟您聊天吗？是不是？然后祝您生日快乐嘛！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有今天过生日的，我就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哎呦喂，没有，都过生日啊！我今天怎么那么齐啊？大家都是太有缘分了。来看直播的朋友都过生日，太棒了，祝贺你们！哎呦喂，然后我要干嘛？我等会儿啊。好嘞，行。然后呢，因为今天其实可以跟各位那个聊很多天儿，是不是？大家就看我们的歌 We Have the Song， 对不对？然后那些里头有好多可爱的歌，我都没有在直播里唱过，今天可以给各位唱一唱。爵士朋克这歌快出了，我12月份一定要出的。然后因为我跨年就要唱那个歌，然后春节期间，反正人家能让我唱我就唱啊。反正那首歌我快出了，我应该我现在暂定啊。上回我看了个黄历。黄历上写的还有个鸟，不是黄历鸟，是有一个黄历上面说，那个12月22号是个好日子，所以说呢，我觉得可能12月22号能出啊。那歌已经憋了3个月了，然后因为，哎呦喂，写了好多歌没出啊，反正就是到时候就能出了，不要再办演唱会了好吗？然后因为已经遥遥无期了啊。行嘞，12月22应该能出啊。那首歌呢，我因为那个太久，因为那是我那个叫什么？大好时光的第3部曲已经欠了大家很长时间了，所以说以表歉意的话，明天我会在微博上公布我新歌的名字，就是我大好时光第3章的歌的名字啊，希望各位期待。对，那个名字特别好听，你们一直说我3秒起名，这个歌名真的光念就需要3秒钟，所以它很长，11个字儿，我看啊，有人已经知道了，是11个字儿，是11个字儿啊。3秒短了，你们农业大学放歌呢，我是什么那边有很多的农业大学朋友，大家好哈 ，Hello 啊，我现在要注意说话，我要闭嘴好吗？现在开始唱歌了。最近说话不能随心所欲，所以说我要以唱歌为主。好，那么那个之前。我是不是之前一直没有唱过那个《叶利亚女郎》？是不是？因为那首歌是在我们的歌里头，对，那首歌是我编的，然后所以给各位唱一唱，好不好？就给各位唱了啊。然后那个，好，我来看一看啊。对，我看一眼啊，我要找一下这伴奏啊。好，歌词儿，等会儿我先喝口水。第一次有第一次看我直播的吗？有第一次看我直播的吗？有是不是？有就对了。我这个直播呢，其实没什么别的内容，基本上内容都没有用，它只有一个核心内容，叫做我先喝口水啊。我这个直播除了喝水，没有什么别的事可以干啊。那么喝完水可以唱歌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小目标啊？今天我也开一个，我看我有吗？因为我好长时间没直播了，这东西还在吗？好，还在呢。哇塞，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小目标9999，10分钟。找你 ，OK， 那么现在就要开始演唱这首没有错。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押韵来，没有错。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伊利亚女郎》伊利亚 Lady。那么我马上会献给你这首非常洋气的歌曲，让你阳气特别重，阴气都散去，好不好？好了，来走你。放错了，等会儿。说那么多废话，没有放对歌。好。我看我歌词找着了吗？我的歌词儿，行走你，打开我的观音特效，好，耶利亚女郎，噔噔。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你时了更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名报，你就永远不会老。What？因为这个歌真的是分句没分到自己，老唱不对歌词儿。如果这句是王苏泷唱的，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再来一遍，来。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分词儿分不到我这儿，一个字都不唱哈，所以非常不熟。只有我唱的地儿会非常熟。又来了。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了使你更年轻。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用语气寻找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我一定要找到他。又来一遍啊！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你实力更年轻，看你实力更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变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们要努力的去寻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莫名其妙开始蹦迪，好不好？没有任何的原因，就要燥起来了。你以为你要蹦迪，然而你却错了，因为马上就会来到一段。这是什么？摇滚吗？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我一定要找到他，我一定要找到我一定要找到。哦，等会儿啊，这版呢？这版是错的。等会儿啊，我看一眼。哦，我最终演出的时候版本不一样。哦，我最后还唱了一遍。哦，没事儿，就当没有发生好吗？好。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别这意思，哇，这。我在干嘛？因为这个歌最开始编的时候是4遍副歌，对不对？哦，忘一踏实啊！演的时候是2遍副歌，然后因为你说电视台节目吧，就是他们就希望那个后边得推起来一点儿，对不对？你知道一般做节目最喜欢说，一般做节目特别逗，就是在于比如说我自个儿弄吧，我就是爱怎么着，然后呢，但是呢，一碰见节目组呢。然后他们特别喜欢，一般就是语言类节目呢，都会跟你说你要留下点东西，我也不知道留下什么东西。然后呢，弄音乐呢，就是说后边你得推起来一番的啊。所以为了推起来这一番啊，可能是4遍，但是后来为什么变成2遍了呢？不知道，可能唱烦了啊。反正这歌就是这样了。这歌应该早就跟各位说说，对不对？因为这个歌编曲非常的过时啊，因为它是 trap 的那个编曲，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我觉得今年还有人这么编歌嘛，然后但是问题在于那个这么着编，因为耶利亚女郎这件事儿特别的神，就在于这歌我早就想改，但是呢就一直没机会改，所以呢我以前基本上想的方式就是这样，
但是呢，这次因为我们的歌呢，我们要合作这首歌，所以我就说，那我就把以前我改过来改一遍，哎，然后呢，等于他还改的方式呢，相对比较过时一些啊，就是那个很 trap 这种，然后应该现在已经，然后但是问题在于。它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那个我们一块唱完之后，我很开心啊！对，我们小翟还说唱来的，我才知道小翟以前不说唱，所以说你看看，是因为这么美好的音乐跟我们在一起的有羊还行，有羊有猪有驴，友谊啊友谊，让我们彼此那个都放开了自己，真的是了不起呢！了不起，为什么要七咖？看直播的朋友一定不知道在干嘛，这个叫做七卡。没有任何的原因，我们就开始七卡了起来。那么七卡呢，是我跟我 DM48 的一种神奇的交流方式，没有人明白这是在干嘛。然后，但是我们彼此还觉得这事儿挺好玩啊，所以说这首歌就这么唱完了，好吗？谢谢各位，咱们听听空气，听什么空气啊？哎呀，现在空气也不好，冬天了。然后那个。差不多得了啊，行，这歌就这样了。反正我想听一下各位对这歌的看法，因为那个我今天北京风大，是我都没发现风大啊，好听对不对？编曲就那么回事吧。然后，但是我应该因为我直播好久没有直播了啊。然后那个其实我应该及时的跟各位做出这些反馈，这样我就能知道。好玩的地儿，开头搓碟，开头搓什么碟了？开头就是叶利亚的原曲啊，还行。这首歌编曲没什么好讲的，这首歌的编曲很正常啊。然后这首歌，但是我想想这首歌的那个过程是什么？哎，我为什么？哎呦喂，因为真的是时间太长，我都忘了当时怎么回事了。哎，对，我想起来，对，是不是那期是我们？哦，对嘛，我们那期是因为要一起团战，所以做了这么一首歌。对，我想起来了，哦，对，就是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我也忘差不多了啊。反正就是什么东西，对，反正就是类似，就是我们要用魔法来打败强悍，就是这么，就是也没关键也无所谓打败不打败，但当时怎么想的？哎，我也忘了，反正现在忘得特别彻底，早就应该直播嘛，因为当时如果过2天就直播，我就记得当时我在想什么。现在我完全忘了当时我在想什么，算了，不重要了。你们跟我聊会儿天吧，你们帮我回忆一下，当时我都干嘛了？为什么最近没直播呀？因为最近事儿太多，而且前一个阵儿主要是因为那个我嗓子一直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是几月份了？12月份，我11月份。嗓子基本上哑了半个多月，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那个声老是，然后就没有办法。对，就是从双11之后，是不是因为花钱花的我？嗨，没有，我也没花什么钱。然后那个就一直嗓子就不好，反正但是进了12月之后，嗓子就好多了。那阵有点小感冒啊。3首歌变成对，谢谢你啊。然后那个。我当时把那个3首歌没有3首歌哦，对，3首歌因为变成了一个故事，对不对？哦，对。哎，我想想啊，我真的想不起来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童话，因为音乐连续剧，我要救公主。对，最开始吕方老师是我们公主的爸爸，然后为什么我要做音乐剧的原因是什么？又忘了，等会儿我想等会儿啊，因为那个剧呢是我跟龙，我们 Dragon， 我们苏 Dragon 就是一块儿，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就琢磨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怎么办，然后呢，哎，我为什么要这么去做来的？忘了，等会儿啊，哎，我当时第1首歌唱的是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跟老情歌，然后第2首歌是这个歌。第3首歌唱的是给所有知道我名字。行，待会儿我再想想，我再告诉你们，好吗？谢谢各位。好，接下来我要唱一首歌，就是前2天那个在中国潮音这个节目看没看啊？非常棒，有很多有识之士
了不起的音乐人，还有非常非常热爱我们中国乐器的朋友们，受益匪浅，受益匪浅啊！然后呢，所以那个演出的时候，但是呢，那些人那么棒呢，我也不跟他们合作，这是为什么呢？我这个人就是怀旧，对不对？然后我这人念旧，然后我就跟了我们村长合作，唱了《好事要发生》，是刘地兴《好事要发生》。因为村长就是喜欢编 reggaeton， 然后呢，反正那种音乐风格跟什么歌都能合一块儿。因为当时他第一回放了那个刘地兴什么一个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歌跟《好事要发生》简直一模一样，哇塞！然后而且我特别喜欢唱第二段那个歌词儿：无敌情，无敌花蕾，就地呀，无敌呀的哎。因为村长也是那个在当地采风。听见一帮少女们从山间田野中传来的美妙的歌声，所以他就把这个歌声录了下来啊。所以说我能跟这些少女们一块唱歌，让我觉得非常之开心。那么下面要唱给各位的歌叫做《刘地兴好事要发生》。刘地兴，我要打开我的好，我要。我要开一个小来劲这个目标，10分钟，2333，找你。好，刘地兴，开始了。我要喝口水。我在唱这首歌的同时呢，就会一直回忆当时我为什么要在我们的歌演音乐剧这件事儿。然后呢，我用我一首歌一边唱的时候，一边回忆这种事儿。因为我特别喜欢练习我的一种能力，叫做一心二用啊，这个非常练脑子。然后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来回忆那首事儿。等这首歌唱完之后，我一定能给你一个完美的解答，为什么当时我要编那些，我们要一起那么去做。好的，那么开始了。嘿，哎哎哦哦哦，yeah yeah， 阳光正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红，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微星点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被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然后来想一想，为什么我要变成那样？我们4个人团战，好事要发生。为什么呢？当时怎么想的？我跟王初中有天晚上打电话。哦，无敌情，无敌花蕾，就地呀，无敌呀的哎，刘地兴 lucky 嘞，无敌呀为的龙嘞。这句我喜欢，呀呀呀的呀的呀的呀，无敌呀的哎，山顶黄茶的花，山的关的无敌莫嘿。这块呢是当时村长自个儿编了一段，我给他留出来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演出的时候，那个下来那段什么 lucky 嘞 lucky 嘞，反正他有一堆山间英语，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段不错啊，哎。好事要发生。我的心唱着 say 咯咯哩 say 咯咯哩 say 咯 say， 我如一道绚烂的红。我的心笑着 say 咯咯哩 say 咯咯哩 say 咯 say， 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唱着 say 咯咯哩 say 咯咯哩 say 咯 say， 我如一道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着 say 咯咯哩 say 咯咯哩 say 咯 say， 今天好事要发生。好事要发生，好事要发生。
好的，马上我就要说出来，什么方式要发？忘了，又忘了，这块是扔东西的。好。我想出来了，我已经想明白了，哇塞，我简直太棒了！我要给我同学掌声鼓励。对，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因为它叫团战，对。然后呢，因为人家那边那么了不起，有林子祥大师级别，对不对？那唱歌哇，那气焰。然后呢，我们就觉得我怎么才能够，不是说赢人家，根本没有想过会赢，然后只是说怎么能够让这个舞台看上去呢不重样，对吧？能够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别样的享受，能够各有千秋，各抒己见，是这个词儿用错了好吗？那个百花齐放，所以呢。因为，比如说，我们林子祥大爷他能够特别的英勇，对不对？男儿当自强，他能够特别的动听啊，他也能够唱情歌，特别的感人，但是他没法特别的满怀可爱。然后，所以当时我就觉得，然后因为那小翟特别嗨这个事儿，他就觉得吕方老师如果能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就感觉我们这事儿就已经行了啊。然后所以说，然后当时我们就聊得特别高兴，就觉得这事儿就这么干了。然后所以这事儿就这么干了。然后呢，既然唱了满怀可爱呢，然后我就觉得应该做成一个故事啊，应该因为已经这么可爱了啊，世间可爱的事情，如果可爱的事情是一个黄瓜，什么叫可爱的事情黄？比如说世上可爱的事情如果只是一个黄瓜的话，然后比如说美好的事情是一块肉的话，那么童话就是一道菜，你知道吧？他会把这些东西炒在一起。我说明白了好吗？谢谢，我要给我掌声鼓励。然后呢，后来就是因为怎么着？对，然后但是吕方老师说一定要唱，一定就是这歌都已经就定了啊，就都弄完了，都学完了。然后呢，他就说他一定要唱。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我这俩歌真的。就没法往一块放，你明白吗？就是说，因为它调啊跟什么就很难一块放，所以呢，然后当时我已经都弄差不多了，然后突然间有这么一件事发生，然后就让我觉得我怎么能够不辜负我们那么可爱的吕方老师，又把这事儿完成呢？然后所以就前后编了个故事，前边呢就是他先唱，所以大家可以看见那个故事呢略显仓促的原因，就是因为本来他不是这么编的，好吗？然后。因为我们吕老师他想唱，人想唱就唱，人家是不是 OG， 人家是 Love Song OG LSOG 对，所以说怎么能不完成人家的要求嘛？然后所以就在前边为了唱那个老情歌，所以编了一段前序，然后最后实在是转不回去了，然后愣编了一个抽奖，就是让各位不是什么抽奖，让各位投票，然后呢。就是既然那个你是知道就是好多这事儿吧，就是说你就是怎么说呢，反正你也过不去，反正就给它断了，就用一个特别莫名其妙的一个东西把那个事儿断了之后，这事儿就干完了，对，然后就觉得后来他们也觉得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开心的。然后但是完美的是在于，因为我们最开始想的是说，如果第一首歌是一个可爱的缤纷的歌，而且主要是吕方老师那么可爱，能去唱满怀可爱所向披靡，然后又有经典老歌，第二首歌我们就要来一个炫酷的，因为童话故事一般就是最开始是美好啊，然后小鸟小兔子，然后在一块飞，然后好多的什么美好的森林，阳光明媚，突然间疾风暴雨，呜，然后可能那个恶魔就要出现了，这时候就会出现像耶利亚这样的歌，因为它编得非常的像一个恶魔出现了。然后呢，但是呢，我们所有美妙的故事最后都是柳暗花明的啊，然后在欢乐之中略带悲凉啊，所以说最后我们选了那个什么歌，那歌我也是第一次听啊，这是那最后一首歌是汪苏泷选的啊，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所以它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绪线啊，然后但是中间怎么填呢？就是说，因为我跟汪苏泷商量了一个故事梗概，比如说前边怎么介绍一首歌完了之后，然后怎么让它结尾，等于说它能连在一起，反正就是关子，对不对？卖个关，
卖个官司啊，卖个官司，对，反正就是我们这边也卖不出个屁来，然后只能卖个官司，然后所以说我们就是卖个关子，卖个关什么呀？反正我也不知道这词儿是什么，反正就是这意思，就是当时就这么决定了，因为我先喝口水，卖个关子，对。因为什么来的？没有因为什么，就我高兴啊！反正我们几个人挺高兴的，因为当时，我想起来，又想起来，当时对我对他们挺高兴的，我其实当时很纠结啊，就是因为我跟我们苏 Dragon 合作。我们俩是没什么，都很熟啊。然后，但是如果跟那个我们小翟还有我们吕方老师一块合作，就要考虑到每一个人是怎么想的，怎么突出到每一个人，反正就是特别麻烦。因为我不喜欢突出别人，对 ，I'm sorry， 因为这么长时间都是自个儿一个人做，然后呢，因为很不习惯。怎么就是因为我不是制作人，我只能制作我自己，你明白吗？所以各位要理解这件事儿。然后。但是呢，我当时就特别的，一直辗转反侧，孤枕难眠。然后呢，就在想怎么能够让每一个人的光彩都能够发挥出自个儿的样子。也许光没有那么大，但是也要有自己不一样的颜色。因为在我的心中，光也许不够亮不重要，关键是颜色要正啊，这是我认为的。然后，所以我最终就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在我们那个群里跟各位说，我做完了这些 demo， 各位来听一下好吗？然后呢，大家没有回我，没有回我不好的，没有回我不好的回复，都鼓励我啊，所以说我就更有信心了啊，所以最后就这么做成了，反正挺高兴的，因为大家都那个特别的融洽。所以就不错了，我司就一片沸腾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从司就变成了集团，所以那次演出很开心的，每一次都很开心啊。行，然后我们的歌，我特别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我唱了我们都有一个家，然后因为这首歌，那个之前是我唱了好几回那个乌苏里传歌，然后那个改的，这回我改的是我认为最好的一次，因为这回特别讲理，以前那歌词儿。后来我看见网上有一些人跟我说他们听不懂，然后我当时就含笑半步癫，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他们说这没有逻辑，这已经是非常有逻辑的一件事了。然后因为前边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嘛，然后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因为我唱的是咱们大中国，对不对？最开始前边4句是风景。然后呢，我们中国讲究的是什么礼仪之邦？后来就接着唱的是左手锣，右手鼓，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第2段讲的是礼仪，好吗？然后第3段就是说我们都特别有骨气，绝对不会那个认怂，所以才会有那个。当然这块有点戏谑，是那个刘大哥讲话理太偏，所以呢要快使用双节棍打刘大哥一顿。就是说你咱们得讲理，不能理太偏，好不好？这就讲这个第3段讲究的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气概。第4段就回到了，就是说我们无论怎么样都不能忘了我们的根，因为我爷爷小的时候看见了北京的桥，那个时候风吹着杨柳，我们想起了乌苏里江。居然没有人，我们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人在那个，当然就是看明白我为什么要我为什么要这么排歌词儿，他说，因为这个叫我们都有一个家，然后里头有很多的这个传统曲艺，然后呢，我又把咱们传统的这好多精神都放在了一段一段，因为如果这个只有2大段的话，我只能分4个小部分，然后4趴这样去放。没有人看得懂，然后我当时也是惊了，我说哇，我的深情就是个笑话，对不对？但是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在于这首歌我演完之后我就很开心，因为这个歌这次我觉得是我排的词儿排的最棒的一次，因为之前排过一些呢，它只是一个串歌，它中间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心儿能把它整个的包住，然后我觉得我这次。因为这些歌鬼使神差，因为它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因为那句它是一个那个歌的原调，不是原曲，是一个非常小调的歌，它是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它是一个那个，然后但是
我居然在我的这个伴奏里唱成一个大调的歌，而且别人还听懂了这首歌，哇，那句非常的神来之笔。你知道，就是说，如果你既讲理，又讲究一个结构，然后呢，又同时能够把这些东西又很顺的搁在一起，是一件相对比较难的事儿。因为我是个天才呢，所以对于我来说是一般的啊。然后我就是这意思，我很满意啊。也希望各位那个经典咏流团啊，时候到了，时光呢，你不在乎他，他更不在乎你，对不对？到点就散，哭就没地儿哭去。但是呢，我觉得我的这些小心思呢，应该是有人能懂的，所以说呢，懂我心思的人呢，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小白马了，好不好？3666啊，彩虹小白马666，喝口水，就是当时因为我们林海老师采访我的时候吧，我就留了一个感觉，因为我为什么没说这事儿？当然我说了，你们会觉得好像，因为我就觉得他们都在猜歌，然后呢，猜完歌之后呢，就没有人，哎呀，就当时会让我觉得心里稍微有一点DOWN， 就是，然后就是会觉得大家很少人会想到这些东西是你每天都在经历的，然后只不过他们变成了歌，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吧，因为有很多的歌呢，因为它变成了歌，它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了。但是呢，你从歌里回到生活的时候呢，你也别忘了，你每天都在经历歌里唱的这些东西啊。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哎，我也不知道，没有办法，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我演好了，我就很开心。所以现在我要唱这首《我们都有一个家》。以前这首歌的名字非常之直白，人家叫乌苏里传歌。我因为不是把歌串在一起了吗？我叫乌苏里串歌，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一听这个名就是我想的。然后后来节目组说能不能想一个更大的利益，因为我们的歌的那个音乐总监老师，然后呢他特别的爱我，然后他老跟我说一点就是更那什么的，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听人劝吃饱饭，这回我吃撑着了，好吗？我觉得这个利益非常的棒。好的，那么我要开始了。阿郎和你了，给根了啊，走你。嘿，走你。嘿，耶。给根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有风景哦，左手锣，右手鼓，那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刘大哥讲话理太偏，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我爷爷小的时候，那北京的桥，风吹着杨柳，乌苏里江来，
我最后唱的应该是给个等会儿我要唱一下，我刚才忘了那段应该是。还有对，后边带是这个。我们都有一个家撒花，给干，给干，啊啦好好的啦，给干。我在干嘛？Baby shark， baby shark，baby shark。好的，我摁什么呢？好，这个呀，对，然后还行，我已经什么上春晚不没有，那个这个歌上不上都是那样，然后但是我已经觉得它已经圆满了，好吗？行，谢谢，我要喝口水。撒花呀，对，撒花其实那个，我已经我的 DM 副列应该已经发现，围城这么鸡贼，在各种各样的歌里头都已经莫名其妙的用上了撒花这个，就能串就串进去，就是希望他能够让更多人听见啊，谢谢。最近录的节目少了呀，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最近勇敢了很多啊，我不想接节目了，我烦了啊。然后呢，因为那个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我就是觉得我不想接节目了啊，就是这样。然后因为之前接太多节目了啊，我觉得我也该想想了，因为对，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录完我们的歌呢，对于我来说就是在音乐上打击非常大啊。然后呢，所以就让我会觉得有些事我得琢磨琢磨了啊。然后。所以也不是多做点音乐，我现在也没有多想做音乐啊，就是主要是我想歇会儿啊，我累了啊。然后但是没事儿，然后该做的我还是会做啊。大家虽然节目现在不像我之前接那么多活儿，因为我真的不想接了。然后但是呢不会断啊，我向各位保证啊，反正节目一直有。但是没准明年是吧？过完节我又开心了，我就愿意接了，然后我就又可以有很多时候陪伴各位了，好吗？谢谢各位，梗枯竭了，没有什么梗，跟梗没有任何关系，好吗？我上节目不需要梗，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那些只是真心真意的来为各位带来欢乐而已。但是您不乐，微尘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是这样啊。多直播呀，也没有，因为我最近有一个别的事儿啊，然后所以说那个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然后因为那件事需要很多的排练啊，然后所以我要集中我的脑力去排练啊。好，那当然不会啊。然后，对，我要去，对，就是排练啊。然后我要干嘛？对，别问了，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好吗？啊，好吧，行。发歌啊，我12月20多号就发歌。然后那个，对，我最近要发专，对，我跟各位说一下我的计划。虽然我的计划都是我说说而已，也不一定会成功啊。然后就是我想的是，反正12月发一个歌，然后呢，就是跨年时发一个歌之前，因为我已经差不多写了10首新歌了，然后都，反正就该发了，攒太多了啊。然后那个我先发了，就发完歌之后呢，完1月份不就过节了嘛，然后我2月14号基本上我就想发我这张专辑了，因为我已经。然后我如果最后一首歌唱完之后再出一首专辑的歌，等于专辑就有15首歌了。然后15首歌之中呢，我再写一首歌，等于我凑16首歌出张专辑，在明年春就是2月份。然后呢，出完专辑之后呢，因为我一定要赶紧了结我这张专辑，因为我后边写的歌都非常的跟那个之前的不一样，它也没有什么
当然说也没有什么惊喜啊，它会变得越来越难听的啊。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只是因为录完我们的歌呢，我对我自己有很多的反思啊，然后所以我就写了一堆跟我近几年不太像的歌啊，但是基本上也是一个意思。然后，但是到时候你们就听见了，所以我要先了结我目前的这个写歌的这个氛围啊，我要在我所以说就明年那个2月份我会出专辑，然后16首歌，等于把这个终结一下，然后接下来我就要出的歌，我就要出一些那种，就到时候各位可以听一下啊。然后对，还要干嘛？就没什么了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啊，反正就是这是一个目前的音乐的计划。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各位也可以给我建议，因为我有点烦了，你知道吗？就没劲，就是觉得什么都会了，这干也没有，不是这意思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哇塞，我都这么棒了，我还能干嘛呢？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想，然后我得去做一些，有点对我跟你说，无敌是多么的寂寞，真的，无敌真的很寂寞，然后，但是说学海无涯，好不好？我要去学习啊！但是目前这些东西呢，我已经都学会了啊，没什么可学的了。然后我得去学点那个我不会的东西啊。想干什么干什么。对，我就是不知道我能干什么，因为我想干的事儿其实也没什么可干的，没什么劲。哎，对，哎，待会儿我 DM4D 就要来了，对不对？我要跟他开展一个新的活动。那位叫做魏是大张伟吗？这位 DM4D 啊，我需要你准备一个面膜，待会儿呢，咱们俩要互相讲笑话，然后呢，谁先把面膜笑掉面膜，谁就赢了，好吗？如果你赢掉，如果你说完一些笑话，还有一些很无聊的梗，然后或者是莫名其妙的一些话，然后呢，我会把我的面膜笑掉之后呢，我就会给你记住，我记住你，我报复你，不是，我就会给你寄去那个可爱小礼品啊。我已经准备好了面膜，待会儿我们要开始互相那个说破梗，直接说到对方面膜笑掉为止，好不好？然而如果说在我们连麦的这个过程之中，你完全没有笑掉，或者说我也没有笑掉，就说明我们一点都不好笑，我们去想想别的，好吗？我们要及时的放弃才能够柳暗花明。人家化好妆了，哦，他化妆了呀，没事你现在跟我一块卸妆嘛，对不对？我也化了化，我左手画个龙，我没有干任何事儿啊。好，现在我要接着，那我就在待会儿咱们这个环节之前呢，先给各位接着唱一歌。对，最后一期我唱的那个大娱乐家的深情就是个笑话，那个歌也挺好玩的，因为之前我一直对我这首歌无法释然，然后因为当时你知道这件事特别神，就是在于因为当时那个我说最后一场咱们一定要这么演，然后呢就是我们先演一个特别那个开心的歌，感觉哇这两个人已经没心没肺到极致了，怎么能？因为汪 Dragon 呢，他特别希望能够唱女生的歌，因为你是我这大老爷们儿，然后但是呢我就完成了他这个想法，因为最开始我们特别想唱 S.H.E 的，然后后来我们就琢磨哪个女孩的歌是终极女孩的歌，然后就是除了你的甜蜜，还好像就是我爱洗澡什么这样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唱了我爱洗澡，然后呢我们说第二首歌一定要演一首，就是感觉哇演完这歌你就是艺术家那种，就是那种歌，然后后来，然后他说他特别喜欢我的声音就是个笑话，然后呢恰巧，然后他因为之前他给我发了几首歌，我就觉得大娱乐家那首歌跟这个歌简直太像了，就是那个完全都能贴在一起，只有调不一样。然后我就说您看这行吗？然后他说好，然后对他给我发完之后，我就说大娱乐家这歌特别棒，然后我就把这两个歌拼在了一起，然后给他们发过去了这个 小 demo， 然后呢他们听完之后觉得特别开心，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在于
我的设计实在太酷了，就是因为我们前天唱完这些东西之后呢，我最开始我们俩的设计是想的是我们最开始想的是后边有一堆人，就是我们最开始就站在前面，然后呢，就是我们在最开始是我们自己唱，然后后边那个幕呢打开之后，就是一堆人在我们身后站着，指着我们笑话我们，然后就是感觉就是背后有好多人笑话我们，但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这个后来没有实现啊？可能是因为调度的问题，然后我去了现场，我们才发现，哇塞，跟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情景不太一样。然后呢，这时候大家知道有一块是那个我们唱的第二段副歌结束了之后，什么娱乐至上，然后完了之后，那个砰，然后他们就一块笑话我们那段的时候，就是那是我们排练时候现加的，因为我就琢磨，我说。我们那个没有了就没有力量了，然后他们不，因为他们可能没听明白我们的意思啊，我们就想要，就是要非常极致的，就是特别极致的要让人看见，所有人看见这个事情就是这么残酷，然后当时跟他们调了光什么类似的，然后当时他们还说要什么光，我跟他们说，我说什么光都不要，你就是一到这儿的时候全场亮，然后就跟这个世界上没有灯光一样，就是它就是亮的，不要任何的什么特效。就看上去，因为大家看见那个舞蹈，其实他也是有一定心思的，因为他们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想我为你疗伤，为你心中的他，每个人都深深回家，娱乐至上，他们有一个这样一个动作，对不对？然后因为当时我们看见了那个动作，然后但是当时他不是这么编的，然后所以我们跟他说，就是你必须把这个动作一直的重复，就是感觉在。对这个娱乐至上的这个东西有一定的那种哇追逐娱乐，追逐这个世界，哇开心太重要了。然后结果砰叽一下全场全亮，然后一堆人他就指着我们开始笑话我们。然后我当时觉得那个感觉就全对了。但是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在没有演这个歌之前，我对我的深情就是个笑话这个歌一直心里有一种痛，就是我不愿意唱这个歌，我就觉得哎呦喂，就是当着那么多人说自个儿这点自哀自怜的事儿多傻呀。然后呢？但是就是因为我后来编完了这一段，就是一堆人指着我乐，因为我以前也没有经历过，虽然我知道这是假的，但是你多少你在台上你也会觉得这件事它发生了。就在那一刻，我们排完练，一堆伴舞的老师们，我就说你们一定要笑我们，然后我就跟因为老师们都特别客气，他们不敢嘲笑我们，我就说你就觉得我们俩是傻子，你就觉得我们有病，然后你就要嘲笑我们，然后老师们就豁出去了，他就笑我的时候。我突然间那一刻就全释然了，我觉得哇塞，好开心呐！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深情已经不再是笑话了啊，因为我的深情已经释然了啊。所以说，当时那个舞台，我们只是这么想着去演啊。然后演完之后，我们俩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只是我们在表达我们自己，因为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呢？没想到后劲儿特别足，然后在座的很多艺人朋友们都开始说纷纷自己的，给我吓坏了。因为我并没有想挖掘别人心理故事，玩的这歌跟鲁豫似的，然后就是他也没那么厉害啊，所以它只是一个过程。但是演的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完成了我跟我们One Dragon 的80%、90%的期待，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啊！所以现在我来不想唱这个歌了，因为马上我就要开始，我唱一遍吧。我唱完之后再跟我们为师大张伟们连麦。好，因为之前我这个歌词里唱的是就该习惯了痛，痛的又痒，痒着泪一擦。然后呢，我觉得我在没有经历我这个舞台之前，我根本没有习惯过痛，我一直在乎这个痛。就是因为当时一堆人指着我乐这件事，让我真的看见了之后，我突然间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习惯了痛，然后我就太舒服了啊！所以我觉得啊，很酷的是在于我自己想了一个方式把我自个儿救了，太厉害了。所以你知道很多事儿吧，就是这种柳暗花明，你不知道那会儿云彩下雨，你以为只是个表演，结果他把你给治好了，你说说，嘿。来，我们唱一遍，走你！哼！我的深情
就是个笑话。我越用心，笑声却越大。那就算了，谁当真谁傻？除了自己隐痛，谁又在乎呢？不如装疯卖傻，不如装聋作哑，这样也挺好的，自嘲生尴尬。老讲这些干嘛？星星下说什么？就该习惯了，统统的有样，扬着泪洒。你是大娱乐家，你娱乐大家，你为我疗伤，为我心灵鸡汤，为我赶走这一世黑暗大野狼。大娱乐家，你娱乐大家，娱乐就是你人生重要任务，人人全身是盔甲，必须找一个缝隙钻入，泪怀，请停止挣扎，泪。你早上起床面目全非，几乎不存在；你晚上睡觉面目全非，根本不存在。生活就像是一场灾害，你不停受害，你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剧烈的摇摆。泪怀，请停止挣扎。需要娱乐，需要爱，都去他的吧。你是大娱乐家，你娱乐大家，你为我疗伤，为我心灵鸡汤，为我赶走这一世黑暗大野狼。大娱乐家，你娱乐大家，娱乐就是你人生重要任务，人人全身是盔甲，娱乐至上。释然，后边就是这样。好，行了，就这样。好，我来接着跟我的 DM4 连麦了啊。我看一眼啊，我要跟我的 DM4 连麦喽。我要摁的是这个钮，我看一眼啊，应该是这个symbol。摁错了，等会儿是这个，在吗？哎呦喂！我看看这位 DM4 到底化没化妆，值不值得今天直接卸妆？也还好，好吗？你好 ，Hello， 你好，妆并没有很浓，对不对？多损呢你！我没有多损，我是说妆并没有很浓，因为这叫自然妆，我也不懂这些啊。你这个妆，等会儿啊，对不起啊，因为你的声又大了，等会儿。I'm sorry， 你能说话吗？你能说话吗？我能。你能说话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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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可以了，好，行了，我能说话。您好，对，要不要玩？要不要玩？要不要玩？不要玩，不要玩。玩会儿吧，那个我都准备好了。我没有面膜，你看我临时准备了一个面膜，你看见了吗？这样好不好？就是说我就贴着，我贴面膜好不好？然后行，因为我前2天录一节，
因为我最近帅的脸，您要真的要，我就是要贴，因为我现在每天因为我差不多也该贴了，因为我前2天录那节目吧，连着3天啊，他那个装修的那个沫儿特别特别大，然后弄得我脸上每天倍儿疼，所以这2天脸上都开始起那种，你知道那个就那眼儿越来越长，就是那个脸上好多眼儿，你能肉眼可见那些眼儿就变大了，所以我就开始贴面膜。贴面膜这件事儿是不是不阳刚啊？但是我们你做什么都好，你做什么都是对的。好不好？行，那我待会儿再贴好吗？先让你欣赏一下那个帅气的面庞，欣赏个是的，欣赏个5分钟吧，然后咱们就开始贴了，好吧？行啊，我也准备了节目，要不我先准备我的节目吧，要不？那可不嘛，您的节目呢很精彩的，嗯。你看闭眼吹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都没看的啊！你说，没事，你说你的，我看看什么节目呀？我看看，就是你看我现在这样，一直在，就特别像那大街上看那个，我看看里头是演啊，对不起，你说，我看看什么节目？就是我今年一直在琢磨2件事儿。第一件事就是我怎么才能见到你？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我为什么要琢磨第一件事儿？就是你就。然后你琢磨第二件事是我见到你，我得说点什么然后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我就见着你就行了，我远远的看你，就像看演唱会一样对，看你一眼我就很开心了。齁吓人的，远远的看我啊，然后呢？因为我不一定能走挨着你那么近嘛。然后后来我就想，这样的话，其实我是在喜欢我自己。我后来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是我看到你了，我高兴了。对不对？但是我千辛万苦的来看你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你带来任何的。说到这件事儿，我就觉得，我艺人有很多时候像不像动物园的猴？就是对，是不是？因为前2天我记得我在这吃汉堡啊，在那儿，然后旁边那个我那个坐飞机旁边那人说，他长。然后我就拿着那个汉堡吃，我说，然后就冲我，看，然后旁边一人就跟旁边那个她那个闺蜜说，吃小点，待会儿你得吓着她。然后我就拿着我那汉堡，然后我在吃，然后然后就是那种，然后所以您远远的看我也是怕我挠你是吗？就是不是，就是因为因为毕竟跟你没有什么交集嘛，对不对？我喜欢你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我跟我朋友之间的事情，对吧？那是对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突然想明白了这件事情，就是我如果是默默的喜欢你这件事的话，我不是在喜欢你，我是在喜欢我自己。你喜欢你自己比喜欢我重要多了，对不对？对，那我喜欢我自己有别的方式吗？但是我喜欢你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你我高兴，对不对？对我搜你我也高兴啊！我看你，我看你的照片，看你的这个集锦啊什么，我都很开心啊。但是这就是喜欢我自己嘛。你看我照片，我没明白，就是说你拿一张照片看我照片啊，就是那种洗出来说哇好棒照片，然后你现在还会拿一张实体的照片看？真的呀！你看我后面都是你的照片，你看到了吗？都是。哇塞！你跟我妈似的，你只欠把这些照片压在那个玻璃底下了，就是说家里都有一堆那种透明玻璃。我知道。对。所以每回我去我妈吃饭，我妈那吃饭的时候，我就拿着碗的时候，总看着我自个儿在吃饭，因为我妈总把我各种照片都搁在她那桌子下边，饭桌下边。我每天看着我自己吃饭，哇，特别下饭啊！以前那桌子上面都有一层玻璃。对，现在也是。爸爸妈妈都特别喜欢买一个透明玻璃，然后底下压照片然后桌子上面铺玻璃，玻璃上面再铺桌布，对不对？对，然后那个对我特别不喜欢玻璃，然后但是就是他们反正他们不让接着说您的感悟好吗？您的生活感悟您说您更爱了您自己对，我就想着我不行，我要走向你，我要让你知道我很喜欢你这件事情。我不，就是我是你，你要走向我还行，对吧？你看看，说哟，你走慢点，到时候他吓着他，哇，他吃汉堡呢，你慢慢的。没有啊，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了，就是
我之前我今年是从北京搬到长沙来，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梦见过你一次，特别搞笑啊，就是我在五道口那边下班，晚上9点半我在路边。然后我梦里边我9点半下班了，然后呢我在路边等那个车，等滴滴车，然后呢你就离我大概2米远，然后你也在等车，等人来接你吧，但你周围没有人，只有你一个人，然后你背个包，然后提个行李箱，然后我远远的看着你，看到你了，我说下班啊，然后梦就结束了。然后我下班了吗？你的梦结束了，我连在你梦里都没下班，我这么惨吗？就是说你下班了，你这个人真的是。可不可以就是说好人做到底，先听完我说我下班没有，然后你再说好的那我醒了，然后你再醒，结果我也没下班。我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下班了呀，就是跟你打招呼嘛，因为你下班了我就说谢谢下班啦。对，就是有一种虽然是突然间遇见，但是有一种老朋友的感觉，对不对？对，是的。我就想说，我醒来以后就很后悔。既然是在我的梦里，我为什么不能大胆一点？对，把他枪。对，我要是你，我就把他箱子抢走，然后呢，他就会追那个箱子，然后我说你追我呀，然后你看变成之前我追你，现在你追我啊，然后所以我就往我家的方向跑，对不对？对，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后边我拿我那汉堡对，就是，感谢你啊。然后我就想，如果第一个问题我也想明白了，第二个问题就想的就是我见着你，我得说点什么。然后我想，我也有可能跟你见3秒，有可能见你1分钟或者是5分钟，但是我没想到今天可以跟你聊半个小时这么久啊。然后我就想说，你想的很多，不可能有半个小时好吗？然后差不多，如果你再不跟我玩面膜这个游戏的话，可能马上就要断了啊。然后就是你没事，你接着说啊。就是我就想告诉你的就是。可能我看起来就是你1200万粉丝之一，但是我想走向你，然后告诉你我喜欢你，然后就想让你知道，就是我喜欢你这件事情是发生了1200万次，在不同的人身上，以不同的形式发生了1200万次。我怎么面对这句话呢？你说完之后，我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才能面对你说完？我想不重要，只能还给，真的很难面对这件事儿，只能还给你一个7咖，对不对？我看看啊，我的7咖可以还给你吗？1200万次的7咖，你说你什么？我说就是不想听7咖，因为你有了1200万次的咔咔咔，谢谢你，哇塞，你1200万次的感恩，谢谢您的关照，谢谢您啊。不是1200万次，是这件事情以1200万种方式发生。不重要，不讲了。说的有点多啊，我这个人容易较劲，你从第一种开始做起，让我给我数数，然后也到不了那个程度啊，太麻烦了啊。然后但是这不就见着了，对不对？然后那个好事要发生了啊，对，然后我就要讲我今天想讲的了。您说我要夸你，来，那我听着了啊。首先，我有很多个词儿，你来选吧。你看你选哪个？我选2。好，不重要，我来选。你来选好不好？我来选。我喜欢这种，对，就是第一个夸你的就是真好看，真好看。你怎么这么好看？真好看，一般就是《明星大侦探》里的那个一般会受伤那个人，一般他们都姓真，他叫真好看，对不对？就是为什么叫说我真好看，对不对啊？谢谢你啊。就是说你怎么这么好看啊？你最近是不是意识到自己也很好看这件事？你是不是自己也发现了这个秘密？哇塞，你看例如现在我这个姿势就非常的帅气，就是有一种左右没有。我首先有时候啊，就是说有时候，然后呢，你们老说我不错，然后呢，我有时候就被你们骗了，然后我就信了，然后呢，我就有时候觉得好像还行然后长得，然后但是每回录节目呀或者怎么着，一看别人，我一看，哇塞，这人长成这个样，为什么还然后就那时候就会觉得自个儿就很一般啊，对吧？因为好看的人有的是，但是我们不是因为脸所谓的精致才变得好看的，是因为我们有1200万次的精致，所以才变得这么的美妙，对不对啊？对，然后夸你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是音乐3棱镜，你知道什么叫3棱镜吗？哎呀，
这个问题一般你得去问呼兰吧，他文化水平比较高一些啊。就是我有准备了，我有准备了。就是、哎，这是平克·弗洛伊德那张封面啊，就是有一个专辑封面啊。你说啊？你说，就是一道光从三棱镜里面穿过来之后，它就变成彩虹色。哦，你说我听听啊。就是这样。我觉得最近的感受就是，任何一首歌被你唱完了之后，就那么开心，就感觉像彩虹一样，是吧？我觉得这个倒是还行，就相当于我是那个饮水机，对不对？然后水进去的时候反正是正常的，然后出了我那红，我就是那红口，出来就是热的。我好棒，谢谢你。对，你怎么这么棒？这么棒。对，行，就是谢谢。普普通通的一首歌，然后你一唱就会变得特别的开心。饮水机王子，谢谢。对，然后。第3张我要夸你的就是你是千层彩虹蛋糕你猜猜看为什么？有千糕，层蛋，千层啊，就是因为彩虹蛋糕嘛，应该它寓意的就是好看不好吃嘛。然后呢，就是因为千层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就你意大利的方式好吃的蛋糕，你就想象它是个好吃的蛋糕。我想象它是个好吃蛋糕啊，行，因为你又骗我，我跟你说，就是这种好看的蛋糕，从来我就没吃过好看的蛋糕。然后我不再受骗了。但是我觉得千层饼，这是个，你就说我知道了，因为千层面是意大利的，对不对？然后因为我有这种欧式的这种鼻梁，然后特别高耸，所以说有一种欧式的夸奖啊，谢谢。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就是之前有听罗老师说，有些人对你的喜欢是基于某种误解，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对你误解的喜欢也是一种喜欢，对不对？就是你有些人就喜欢你的表面，那也是一种喜欢。如果那个人有时间的话，再去喜欢你的第二层，他也还是会喜欢。对，你知道你刚才这段话哪一段最对吗？那段就是说，罗老师曾经说过，我觉得不对。就是这句话特别的对，就是他不一定说的话，他为什么说的话就是都是对的，我觉得我也不对。然后所以说，你觉得喜欢有各种层次的喜欢，对不对？所以它有千层。不是，也不是这个意思。好的，我也不对，对不对？我跟卢老师一样啊。然后是什么？你给我解释一遍啊。我觉得罗老师说那话不对，他是说基于你的，然后呢？对，我就说罗老师说那话不对，他说对你的喜欢是基于某种误解，但我觉得就是喜欢你表面的，那也是一种喜欢。那你如果愿意，对吧？是不是？对，就是啊。我太对了，怎么那么对？怎么会这么对？就是这个上回我上回录一节目碰一孩子。说他什么难过，什么自己什么，我跟你说的也是意思。我说那个肤浅的自己、虚伪的自己、难过的自己、那个猥琐的什么猥琐，那个特别怂的自己都是自己，对不对？然后各种各样的都是喜欢。对，我们不能因为它不是你所认同的那种东西，你就觉得不是你自己，不是喜欢。喜欢是藏不住的，自个儿是无法装的。我金句，快记住，谢谢。哇，好金的，我太金了，就是喜欢你不一定非得那个什么挖心挖肺的那种喜欢，表面喜欢那也是一种喜欢呀，是不是？对，我就特别肤浅的喜欢我特别真挚的东西，因为如果一个真挚的东西不肤浅的喜欢它，不肤浅的喜欢，就显得你不够爱它，对不对？然后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一个蛋糕，然后呢，我要特别深刻的喜欢它，我要开始。你每回看到蛋糕，你不会觉得这是蛋糕，然后别人就会觉得你好喜欢蛋糕。但是呢，你就说我喜欢我好喜欢蛋糕。但是你每回看到蛋糕说然后就开始玩那个，这样才是不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肤浅的表达深刻的爱才是一种完美的结合。对不对？是的，加油，棒！就是说，如果别人了解你一点点，他也会喜欢你；别人了解你。再多一点点，他还是会喜欢你。如果这个人还有时间，他就接着了解你，然后他接着喜欢你。就是每一层他都会喜欢你。对，越来越多，对，然后就发现了，原来还是有很多层的。谢谢您，谢谢您。就是你想想看，目前还有谁能做到让男女老少都喜欢的？那凤凰传奇。9月7，小孩喜欢吗？幼儿园的小孩也喜欢吗？凤凰传奇他们会跳他们的歌吗？有啊，就是最炫民族风啊，应该可以啊。
然后也别这么说，还是有很多艺人，就是人家是老少皆宜啊，都还行。咱们只不过比他们突出一点而已，不要说那么多了，对不对啊？咱们就差不多得了。比人家好看一点，谦虚啊，谦虚使人进步啊。你看幼儿园的小孩儿，他们不想那么多，他们也不懂那么多，但是他们就是喜欢你。对，然后像那个，因为长大了，对，确实是。老人喜欢吗？真的吗？喜欢呀。真的吗？就是说，人家听，你不会觉得你的歌就是30岁，你不会是那种觉得30岁以上就是老人的那种人吧？就是不会，我也不会这么说自己。嗨，是。然后所以也没有到所以我想跟你说，咱们就是说都是上岁数人哈，咱们聊个事儿，就是说你现在认为多大岁数算老年人？老年人啊，我觉得不要用数字来衡量吧。你瞧，就是说咱们就不用说玩这虚的，咱们就说一数，就是说你感觉现在咱们现在这时代多大岁数，你在你心中算老年人？80岁。80岁，对，对，我觉得也是。对，因为上回人林子祥老师70多岁那么意气风发，对不对？那就80才算老，也有可是对的。那你觉得几岁还算青年人？年轻人啊，几岁？不是说你过了多少就不算年轻人了，对不对？因为你是年轻人这件事你只要活着就是年轻人啊，只要过了多大就不是年轻人了。那从这个身体疲惫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我过了25岁就已经不是年轻人，我就一直很累，我就感觉我25岁之后就感觉越来越累，然后但是那个。因为您是我冒昧啊，我冒这个昧，然后就是说您的工作啊，就是说您的工作是什么呀？大概什么方向的？我是老师。哎呦，尊重啊！然后那个，反正离你过你这个教师节还差9个月啊，没事儿。然后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我要说什么来着？对，我是说我的工作吧，就从来没有逼着我长大过。所以我可能相对比较幸运啊，就是这样而已啊。对，多好，多开心啊！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年都会接触到最新鲜的面孔。真好，然后今年是我第1年上课，然后我就跟我的学生们说，我说不是我有多好，其实是相遇的这个时机特别好，因为我刚刚开始当老师，然后他们也是刚刚开始当学生然后就觉得这个相遇的这个时机特别好，真的是好。学生说他想贴一面膜啊，好，我们开始了。然后我现在来，您接着说吧，开始了。您后边是不是还有？喂，是大张伟吗？是不是大张伟？是啊，什么我这个人好复古，居然用座机，然后就是什么这个时代还有人，这就是有意思的地儿，是不是？就跟现在没有人做房子是那个型的，就是一个三角底下是一个方的，对。但是所有人画房子不会画画的人都画一那个。现在没有人打这个电话了，然后但是所有人一比划电话还是这个哈啊。行，那也不是，现在的小朋友不会这样比了，现在小朋友会这样比，是吗？这不是在装可爱吗？喂，我想回家了，他们是这样的呀。就是小朋友他会习惯的是那种交互方式，他看到相册实体相册，就比如说这个实体的照片，他会用手扒拉它，放大它。这一代人，这都不是说谁年轻不年轻，现在都是这样。现在有的时候那个我们上回谁也是，就前2天录一节目的时候，别人给我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假的，我还下意识的这么着，因为要看清楚那个细节是什么，就那还扒拉来的。大家都会犯这个错误，证明咱们还年轻，对不对啊？行了啊，对啊，我现在看你都不敢认，是不是太白了？就是说，因为你喜欢白皙的一些，就是如果当时你的梦里头，我是贴着面膜拿着箱子站你20米的地方，你还那个你会怎么做呢？你那个梦是不是就不行了啊？但我又不一定能认出来你了。行嘞，对不对？这你都认不出来吗？说明你还是没看得少。对，看得少，以后能不能让我多看看？多看看啊！行了我要看到不一样的你，谢谢每一面都要看。他们说面膜能不能撸是什么东西？我已经很平了，这个面膜超级平，超级服帖。好，
我刚才没有讲完哦，就是说老人家喜欢，小朋友喜欢，然后我们中间层的，就是介于老人跟小孩之间的，我们也喜欢，然后我们喜欢，但是我们喜欢的都是不一样的你。哎，就是你像一个彩虹蛋糕一样，就是我们不管你喜欢到哪一层，你都是美好的，都是甜甜的。对，谢谢。然后再夸你一个比喻大王。哦，就是说为什么那么爱比喻呢？我比喻过什么？就是你特别会比喻，特别擅长比喻，就是因为之前你有给我们推荐那个惊呆了，原来这就是社会学那本书，那本书里面我有看到一个章节，他说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其实就是编码跟解码的过程，就是我想把我想讲的事情，我把它编码成文字，然后你听到了我这个文字，再从你的脑海里面把这个文字给解码了以后，变成你才能够收到我说的话那意思，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过程会损失掉很多的意思。哎，我问你一句，你会意识到有时候你在说话的时候就感觉你在上课吗？就是我这刚就突然间感觉好像在听课呀，说对不对？你什么解码那个人弄完之后，你说对不对？你给我写，别问你对不对呢？看自个儿笔记，别老看我。然后当时你刚才真的好像在上课，我感觉我错了，特别想去罚站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没事啊，然后没事你说吧啊，然后呢，然后你要说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什么啊？我的意思就是用文字表达的时候，其实会损失掉很多的意思啦，就是理解起来很困难，就直接用比喻来解释，我一下就能理解到你说的那话那意思，对不对？对，因为也有可能就是所谓我比喻能力强一点，是因为我特别没有耐心，因为好多事儿你正常跟别人说吧，别人老听不明白，然后所以你就弄个比喻，后来我就发现好像就能更快的知道我在干嘛啊，所以就对，直接就带到那个情境里了。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这么才华横溢啊？对不对？才华横溢多累啊！平淡无奇才是最美好的生活，明白吗？哎呦喂！哎呦，其实我想问你啊，就是你能不能够有没有个时间，就是你能够心安理得的去浪费一个下午，你什么也不干？哇，我好喜欢浪费这个词儿，对，就是浪费。对对我现在很浪很费啊，对，因为我浪费了很多时候了，我最近浪费了很多时间啊，然后我就是觉得我该歇会儿了，因为那个我就是觉得好像我已经没有必要这么忙了，我不知道，我进入到一个就是感觉也没有必要再干这些事儿了，然后就我最近还行，挺惬意的，就是浪费的时候你也是开心的，对不对？我开心，我最近好开心，我最近都一直很开心，然后因为我那个蜜们可能最近发现了我很少自己发微博，对不对？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进入到网络世界了，我很开心啊。就是说所谓的社交媒体啊，因为我只要远离社交媒体，我就会开心倍数倍增啊。然后我发现，然后它是会根据我离开的天数成倍的增加，然后我就觉得特别高兴。然后所以我现在微博就是别人让我发什么，我就马上给转一个。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所以我就从来不会自己去写，我也不弄，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跟任何人有任何的交流，然后但是呢也不能都这样哈，还是得明天我就要发那个，对，我们现在做一个游戏好不好？就是我们来拍一个照片，就是说现在我拿手机拍一个这样的照片，就是说我拍一张我在跟你那个连麦的画面，然后你拍一张我在拍你跟我连麦的画面，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然后呢，蜜们拍我在跟蜜连麦时正在拍的画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连环拍。这个游戏我们听不懂对不对？我们来试试啊，我们看一眼，我看一眼啊。因为现在我带面膜了，所以我特别敢拍照片，因为你们不是特别希望我发自拍嘛，我最近一直都没有自拍，所以我要为了明天发自拍而去拍一张自拍，所以行吗？好嘞，行，老师我错了，我待会儿拍完照片就去罚站好吗？然后那个我们先拍了好吗？啊，行，我拍一张。
哇塞，贴面膜都这么美。对，可是我没有办法。你不是你把你的手机搁在这个位置，就是你看不见啊，就是说你搁在上边，等于说我现在拍我在跟你连麦，但是我就能拍到你在拍我，就是我们特别的套娃，就是说套出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你拿手机拍我直接这样拍你行不行？对，你就这样拍我，但是我又在拍你跟我，然后你同时又在拍我，哇塞，我在干嘛？好。明天我就要发这张自拍了哦，好帅，好，可以了，行了，我们完成了一个根本没有必要去做的事儿，好吧，行了，我们现在您还有什么要跟我促膝的？我还有，我可以接着说吗？那您说啊，还有一张说你是人间小太阳。我有一天特别不高兴，晚上睡觉之前特别不高兴，我觉得莫名其妙的有一点点悲伤，然后我就把我那个电热毯打到了高档，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就没有不开心了，因为你已经晕过去了，对不对？那个电热毯那么热，哇，电热毯好烫的，之前我被电热毯烫过。然后就说你被温暖到了，所以你就对，这我是能够理解的。就跟很多人，比如睡觉睡不着，他会有那种白噪音是烧火的声儿，其实那个火并没有真的出现，但是他只是感觉到热了，他就会感觉到踏实跟温暖。所以你感觉到热了之后，你就会踏实一些，对不是这意思是吧？对，这就是相信的力量。是不是？那行，行，然后呢？然后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存在。谢谢，但是老师，我想问你一下，你看我现在像不像鳌拜？就是你看过，你看过《鹿鼎记》吗？我现在好像鳌拜，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对不起，我错了。你说什么？鳌拜得有个红帽子呀。红帽，对我现在就缺个红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非常像鳌拜的感觉啊。然后呢他说有人说面膜可以摘了啊，没事你说啊。没有人说你那个鼻子上的那个面膜浪费了。我从来不会漏，因为我希望，就是说我不能把我鼻子遮住，因为它太高了。然后就是哇，这一弄它就短，没有任何适合面膜适合我。来，你说啊，没事，我摘了啊。然后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把你的歌先放上。等会儿啊。等会儿啊。我的耳机断了，等会儿啊。好了，可以，好，现在可以了，因为我当时拿线，耳机断了。你说怎么着？您说？我说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先把你的歌给放上，然后我就去刷牙洗脸，然后做早饭，吃早饭，把没吃完的早饭倒掉，然后就觉得一天的开始就是被赐予的感觉。真的吗？谢谢。真的。那你都听什么歌啊？就是最近的你出的新歌啊，都在听。我最近没出什么新歌啊，就是我实在是对不起我自己，我今年才出了4首歌啊，然后出完那首才是第5首。老师你能帮我一事吗？我同学，我这位同学我已经写完了16首歌了，然后但是我才出了5首，为什么呢？我怎么才能让我另外那11首给出了呢？我也不知道。行不行？你看老师也难住了哈。回去那个再受一遍培训啊，然后行行嘞，反正我就是对，那我加油，因为我终于想通了，所以我可以发歌了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5毛钱的脑子，哎呀，脑子我老是发不准，脑子啊，脑子脑机啊，然后就是你一直在用它，对不对？我也还行，我也没有老用。您高估了我，别人的脑子可能您高估了我，真的，您高估了我，我真的他就是个我也就这么高，知道吗？然后你非高估我，以为我这么高，然后我其实也没那么聪明，好吗？就是这意思，我就是小聪明啊。就是说你一直在用你的脑子啊。我是用，是不是？他停不下来，是不是？有时候还行啊，
因为我有时候我就感觉我在说话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我旁边有个人，我在看着我自己说话，经常我能够有这种感觉。那就后来你发现果然有个人在看着你说话，是同学们，对不对？那倒也不是，那倒也不是。就是说你是说你有时候能审视，你经常审视自己，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感觉我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就在这里听着我讲话一样，然后我会提醒我自己你讲快了，讲快了，不要这么讲，不要这么讲，但是我控制不住。会不会是同学们，然后都在旁边？你是个老师，讲着课说讲快了，讲快了，不要这么讲。你说哇，原来是另外一个自己在跟自个儿对话，好温馨的。就同学说老师，别再走神了，上课呢就你给别人上课，你走神还行啊。好嘞，没有，对。行，然后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中心思想是？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感觉你的脑子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直在工作。其实你的脑子一直转，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没明白，就是说我那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懂，就是说我转快不快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就是你一直都有产出啊，不管是音乐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就你一直都有作品出来。把这句话写在每一个论坛，现在还有论坛吗？就是说，反正就是写在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因为我一直有作品出来，对不对？我容易吗？我很想出作品，留下点什么，然后但是我再出啊。行，谢谢每一个觉得我在出作品的人，感谢你们啊！对啊，所以我们就很幸福啊！你看我每天晚上工作完了都能够刷你的视频，多开心啊！行，那我对，反正行，我加油啊！你老刷我视频，反正也就那么多，然后就是也有很多，每嘛，天都有新的，特别活太多了啊！就对，因为毕竟出道时间太长了啊。对，你就说到你出道时间太长这件事情，我要接着夸你，就是你特别的真实，以及真的特别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纯字应该怎么组词但是就是觉得你是特别纯净，就是这么多年，任何时刻都一直都觉得你是特别纯，特别真实的人。反正我想说，该说不说的，反正我就想说一件事啊，就是老师。就是你刚才最后你刚才那2张照片为什么上面没有画啊？就是心已经就是前面照片都有一个蛋糕，一个太阳，我喜欢呀，我就喜欢旁边配个画。然后你这2张没有画，我伤心了，就是这2张没有画。我再给你补上，好吧？得嘞，好行。然后您说这个，对，您说这个什么纯的，还有什么 pure 啊，还有什么东西啊？上面还有一张什么？就是你。pure 跟真实，就是特别的真实啊，行啊。其实我想到很多的词儿，比如说忠诚，因为我觉得你一直对自己很忠诚。忠的意思就是不变嘛，诚就是诚实。但我觉得其实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真实，就是特别的真实。真实啊。你就是你也不会因为别人喜欢什么样而改变自己，对不对？哎呦喂，就一直是你。你真的，你又高估了我真的没有这样，我经常因为别人，然后那个而在那个改变我自己，然后但是只不过那个有所坚持而已，顶多算有所坚持，对，就是有所坚持啊，就是这样。对，就是你的坚持会让我们觉得时间在你这里时间是静止的，你觉不觉得？有话了是不是？你觉不觉得时间其实是不太均匀的？就1分钟同样是1分钟。我明白，就是说突然间我聊这么深的话，那就是我等会儿，我真的，然后你让我觉得，哇塞，就是你刚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说时间是不均匀的，对不对？哇，你说完这句话。我要变形了啊！然后对，因为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不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感觉你特别爱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做一件事，然后时间飞快就结束了，对吧？有的时候度日如年，就是感觉时间特别长，所以它时间不均匀，是这意思吗？
啊，是的，是的，是吧？就是即使是即使是大家处在同一个时空，比方说啊，一个在厕所里的人，一个在厕所外排队的人，对于他们来讲，同样是1分钟，两个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就大家不在一个。对，这个是心理学以前那个书上写的嘛。然后我明白，就是这意思。然后所以呢，您要表达的是，您在我的真实的纯的里面感受到了什么时间啊？就是吓坏了我。就是好像之前看蜡笔小新，就会有人说他5岁，为什么老是好较真儿在算？他也该6岁了，就是该几岁了。但其实我想的就是他可能就是5岁这件事情发生了好多遍。我就觉得在你身上就是年少的样子发生了好多遍，时间在你这边是没有往前走的，就是好像是在走，但是就是你还是你。所以我现在非常开心的是在于你把我当得跟梦工厂一样，谢谢你。然后因为虽然我的生活真实并不是你认为的真实，但是呢，你觉得我的真实是这样，这已经非常足够了。就是你呈现的样子。对，我没有不，我也没有到呈现的样子啊，就是说不是说我呈现，是因为电视节目呢，它只能让我，因为你也不能24小时拍我，然后我只能给大家这么多，所以您挖掘到的这些点。是起码是激励你的，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棒哦，棒，谢谢。对，就起码我们所能够看得到的这一些啊，都是特别好，特别棒。谢谢您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你是可能是走的比时间更快一点的，就比如说啊，就是。B 站上有那个大张伟是大预言家，因为你看你在00几年的时候，你就已经预测到了目前这个情况，就是都在走这个综艺范儿啊什么的，是吗？对不对？你记不记得？我记得吗？我肯定不记得。我说过的话太多了，我真的很烦自己说那么多话，但是别人就是反正他们听完之后觉得好像有道理就行呗啊，行啊，可能是因为我说话说的多。所以呢，它几率撒的就广，然后总有几个能中的，就是可能是这意思。我现在给你预测一件事好不好？我现在预测就是这个，就是这叫什么？就是播客有这么个东西吧？就是说它是声音类的那个一个东西，对，声音类的这种，比如现在不有短视频。有微博什么这种东西嘛，对吧？然后但是就是声音类的，就是讲故事跟说什么的，我预测这个东西会在2-3年之内会爆红，会成为下一个最赚钱的事儿。因为我觉得大家已经快烦了，就是因为大家现在视觉已经累了，然后看东西那个这个刮那刮的已经看差不多，因为现在唯一能让各位还能舒服点儿，或者是说能造成他们新鲜感的只有听觉。然后，所以我觉得听觉是下一个更厉害的地儿，但是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然后你接着说啊，你这启发了我，回头我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对，各位同学们，对，如果你现在只是在做短视频或者什么，你们可以像我，你听我也没有用啊，我只是 pure 的觉得，就是听觉会在几年之内成为最赚钱的一个点啊。对，有的时候就是我的眼睛很累的时候，我就想，我眼睛闭上以后，能不能在我的脑子里面还有画面？对，为什么非得从眼睛看呢？因为我们现在每天要看见太多东西了，我们真的没有必要看那么多东西，你明白吗？我们只是个人而已，我们知道那么多干嘛？我们无非就是能睡着觉，能吃饱饭，这就足够了，还要干嘛？然后每天莫名其妙要看那么多东西，看那么多干嘛？就所以说。我想说的是，我怎么急了？然后我想说的是，就是我预测，对，就是听觉的东西会很红啊。那我决定，我接下来就要研究这件事情。万一我真的有什么成果出来的话，我寄给你，好不好？行，你把那个就是账户寄给我，然后那个对，就是你去那个讲点故事，然后或者说一些大家喜欢听的话，其实你可以做这种事儿，就是那个语音里头什么都不干，就是夸别人，就是玩了命的夸他，说你虽然你把前面比如说1200万这件事儿给你给换，比如说虽然你现在只有367个粉丝，但是我却有367种方式可以爱你，就是这样的话，然后你就把它录下来，但是你的声音做的特别好，买点好话筒跟话放，然后呢，这样别人听起来感觉真的有一个人，这个世界我面对的所有人，他们都在说我不好。原来
冥冥之中我并不认识这个人，但是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我是很好的。其实这件事非常疗愈，对不对？而且声音真的很容易就是给人留下好深的印象啊。对，真的，我跟你说，声音绝对是下一个这个鼻屎。其实我今天我忘了写了，其实我觉得你是个商业天才。我真的是你非常有商业头脑。真的是，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做生意。我要是做生意，真的也估计也好不了哪儿去。但是我就是说我做生意可能好不了哪儿去，但是我想招能想好多。我别的我真的不敢说我有多厉害，但是出主意这事儿，我还真的还算挺不错的，还行。对，然后我有一个心愿，来了，我的心愿就是我想有一种超能力。不会是超级喜欢我吧？然后呢？哎呀，没有，就是如果我有这种超能力的话，我就让如果这个是地球上每一个蜜，当他们心里面感觉到很喜欢你的时候，然后你的世界就会有一个彩虹泡泡出现。哇塞！我想知道，我能问的细节一点吗，老师？就是它会从哪儿出现呀？是从鼻，然后就是别人一喜欢我就围绕着鼻子冒一泡。就是我明白了，就是说我吓我一跳，我想的太具体了。然后那个他就是在我眼前出现是吧？我吓我一跳，我说别人一想我噗，我嘴里出一泡，然后什么吓死我，耳朵里出一泡啊！就是说他会在我眼前出现行。就在你周围，你可以看得到。比如说你飞机落地的时候，你就看到你脚下的这个城市上面有好多个泡泡，彩虹泡泡。那可别介，那个飞机下去那轮啊，那个泡一多，它特别滑，那地都停不稳。不在机场，就在城市的上空。上空，对吗？那空气得多黏呀！听起来就是感觉那么多泡啊，就只有你能看见，别人都看不见，只有你能看见。这一点就说明我很真实，非常务实。当你说有很多泡泡围绕着我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哇，好黏，这怎么会这么黏？就是对，谢谢，非常具体。是，行，好嘞，行，谢谢您，行。然后那个祝您工作顺利啊，万事大吉啊。然后后边这电脑是那个，你后边那电脑是那个，就叫什么微软那个吗？我有3个电脑。不是，我是说你后边这个东西，就是你听说键盘上后边接着一个屏幕嘛？这个电脑是吧？啊，对。不是。那你接的那个键盘是接在了你的 Pad 上是吗？是这意思吗？接在我的电脑上，接在我的电脑上。你的电脑本身是一个平板电脑？不是，它是笔记本电脑。然后我有接一些屏幕。我以为刚才你那个角标那块它本身是个屏幕啊，我看错了。我还说我想让你帮我推荐一个那个接平板特别好用的键盘啊，没事就可以了，我到时候找找啊。行嘞，感谢你，谢谢你。好了，我们下次再见啦，祝你那个每天好心情，俺的跟同学们都能够特别的和谐，谢谢啊，拜拜了您呢，拜拜。行了，连麦一结束，真的好幸福。朋克爵士那首歌啊，那首歌还行，就是说不用透露10秒。那首歌，但是前2天我给别人放了一下，别人没有懂我的点，算也不重要了。然后到时候我得拍一东西，然后不重要，反正那个歌还行，也挺好听，就反正它挺好听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歌。非常之温暖啊！因为那个歌名你一听你就已经觉得哇好棒，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歌？不是这么好的歌名？我不是在吹牛啊，就是说我当然说也有可能是因为明天我刚才说是不是我明天就要公布这首歌名了？我真的是言多必失，我先歇会儿喝口水啊。好。那要这么说呢，就是说其实就像刚才这位蜜跟我聊天一样，我那个歌名就是刚才基本上是那个蜜跟我聊的所有内容，基本就是这个意思啊。反正明天我可以给各位，你们帮我，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干嘛，反正就是我就会明天公布啊，就是这样啊。希望各位到时候听听啊就行了啊。
不是百花深处，百花深处那歌是我2月14号会发的，就是我会跟专辑一块儿发啊。那首歌我今天母带做完了啊，然后也挺好的，但是那个歌是不是发晚了？不知道，无所谓了。我现在要唱《我爱洗澡》。虽然这首歌，因为有一些我能管，有些我管不了。这首歌没有做到我觉得很对的那个范儿，但是也挺好的，所以给各位唱一首《我爱洗澡》。这首歌编的还是不够混蛋。但是也还行。行了，我要现在开始开个小目标，之后我就要唱《我爱洗澡》，走你 ，everybody， 噜啦啦，嘿，哼，哼，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噜，等会儿啊。现在的比例没有调回来，等会儿哦，我要因为一跟别人连麦声就变小了。好，Oh my god， 现在可以喽，5，走你。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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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我爱噜啦噜啦嘞，我爱洗澡无畏跌倒，小心跳蚤好多泡泡，潜出天再祷告，我爱洗澡皮肤好好。戴上羽毛长长条条，没人约想逃跑，上错不下洗洗左左左右绕绕有空你再来握手，上冲冲下洗洗左左左右绕绕我家的浴缸，好好做。噜啦啦噜。我爱洗澡无畏跌倒，小心跳蚤好多泡泡，潜出天再祷告。我爱洗澡皮肤好好，戴上羽毛长长条条，没人约想逃跑，上冲冲下洗洗左左左右揉揉有空你再来握手，上冲冲下洗洗左左左右揉揉我家的浴缸，好好做。是的，这一段就进入了我们魅力有限固定环节发礼物。有的人可能歌受欢迎，可能有的人受欢迎，但是一切受欢迎都没有占便宜受欢迎，所以说发大家东西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向总还没到。冲冲下洗洗左左左右揉揉有空你再来握手，上冲冲下洗洗左左左右揉揉我家的浴缸，好好做。哎，其实这个歌特别适合改成和嗓，比如我家的浴缸好好做，然后就突然变成
哇，太酷了！其实这歌非常适合改成速度金属，可以，没事，可以了。好，谢谢各位。我家，然后一，哎，可以，好。我家的鱼缸，好好水。实在是来劲呐。好，超级胆，对，其实超级胆就应该是那种，就是前面上冲中下心，让我家的鱼缸，然后 baby metal， 差不多就是那路子。好，下面我要干嘛？哦，快到点了。然后我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没谱啊。然后因为最近还是有大家对，其实有的时候你想歇会儿也歇不了，因为事儿太多。然后，但是呢，我也各位帮我这个，我不用，我只是说那个有好多的事儿吧，还是得自己努力。期待它肯定能成，好吧？好，来，我现在要干嘛？我要再唱2首歌就可以结束今天的直播了。所以现在我要给各位弹吉他了。所以你 ，Oh my God！ 现在我也要弹什么？你们，哇，这个琴现在，我之前效果器坏了，等会儿啊，我把这个，我会通知各位什么东西啊？我通知各位什么？好，我把5K 点事大点好。来吧，然后各位，咱们现在开始点歌了啊！咱们要唱那个安眠曲了，伴着这些歌声，咱们就可以。好，谢谢各位的提醒，我知道了，好吗？然后我。反正我即使明天不发的话，我会那个后天，反正我会尽快告诉各位的，因为我这首歌我应该一定会在12月22号的时候发行，因为12月31号就要唱这歌了。我其实应该早点发行，因为我前边其实录了好几个春节的节目了已经，然后我都没有唱这个歌，还是可以唱。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那个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了吗？我下一首歌的出的歌名。DM48 准备好了吗？还有几分钟？还有6分钟。好，现在这范儿抬得太大了之后，显得这歌名好像很重要一样，其实也没有多重要。因为这个第一首歌叫做《好事要发生》嘛，第二首歌就是说大好时光，第二首歌叫做什么来着？满怀可爱，所向披靡。第三首歌叫做我要说了啊，叫做所有的美好都会让我想起你。就是第三首歌的歌名，再说一遍，叫做所有的美好都会让我想起你。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到年底了，然后我觉得每天的时光，我们每个人都会特别的美妙。然后当然我们生活之中有很多的美好，不仅是爱，不仅是什么，生活中有很多的细节。但是因为你的存在，也许这个你就是你，也许是音乐，也许是什么，但是所有的美好都会让我想起你。每当这些美好发生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你。第三首歌就叫这个歌名，怎么样？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歌名？听完之后。光听歌名就开心了，对不对？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所有的美》。这首歌副歌是这么唱的，反正我给我唱一句啊，所有的美好都会有唱的。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这里歌的那句话是这么唱的，反正这句的。我在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
对，这句话呢，这在这首歌的这句话是这么唱的。好，不说了，反正我已经给你们这么好的礼物了，是不是？然后，各位来点个歌吧，咱们今天就可以结束了。多少个字儿？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11个字儿，11个字儿。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啊！平安夜，你能唱点让我唱点熟的歌吗 I see train of grain railroads too. I see some blue. 老情歌，哎，还真是。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歌声陪伴你左右。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愿你永远在心中。好，我只会唱这个副歌啊，来给各位唱一遍。我，嘿，我只会唱这一首。哦，好，哦，对，是这么唱。我只想唱这是这么唱。我只想唱，对嘛，人家是这个旋律。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歌声飞到你左右。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愿你永远在心中。但愿能，我只想唱，来，就是这么唱吧。喂，现在我声不是炸了，等会儿。那个声已经，喂 ，hello， 好。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歌声飞到你左右。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愿你永远在心中。虽然，等会儿啊。哦，虽然你不能，是我声音现在有问题吧？老说我声音没有问题啊？我这儿听着还行。我刚才视听有点炸哈，不是。好，我们最后来唱一首歌，你们来点吧，最后一首歌。我应该把这关了，对，哦，没辙，你知道吧？因为这不好弄。哇塞，我根本不用 DI 就已经是这事儿了。哎呀，没法弄。好。有好多歌哈，什么那一年，哦，那一年可以，我看看啊，因为你看，我那个歌什么调？
那一年可以，我来唱那一年结束了。好，因为这里是挺炸的啊，我是耳机的问题，我刚才突然间怎么了？爆了，不对。好。你的是你体谅我的任性。哦，好。我试试调，忘了什么调。是你体谅我的任性要求。好，最后唱一首《那一年》。就这样吧 ，Oh my God， 喂，嘿，是你体谅我的任性要求，在别人都放弃了我以后，冷漠的心再次为你激动，浩瀚宇宙美不胜收。这是我无法再把你拥，哎，什么词儿？什么你拥有？当你独自面对回忆汹涌，那一年雪都下得很沉重，不敢回头，即使你泪在流。哦，是你体谅我的任性。哦，第二句不是那歌词吧？珍重为了激动。好，就这样吧。哎，我已经过点了。好了，行了，咱们下回再见了啊。下回见啊！我应该12，我待会儿我再查查啊。然后可能应该是不出意外就是12月22，歌就能出了。所有的美好都会让我，哎，这歌是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好，行了，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各位点播里。我要摁的是。在。